之前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红茶荔枝泡酒，开封过滤回大桶后，发现很多细小的碎屑。这个简单，用咖啡滤纸过滤一下就行。然而我花了2个小时才过滤出75毫升酒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我这将近8升的酒全部过滤完需要大概1个月。这速度也太慢了呀！本来想放弃的，但尝了一下口感，荔枝的清甜美妙柔和，红茶的滋味若隐若现，且丝毫没有酒精的刺激感。为了这美妙的口感，值得我琢磨解决方法。首先，我想到做红酒时经常用到的皂土。将皂土软化1天后，倒入到酒液中，沉降了7天，果渣明显的下沉了，但依然有氧化分层，说明还有皂土沉降不下去的果屑。这颜值送不出手啊，还得再想办法。据说高速离心可以分离沉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台离心机，每次倒15毫升6小罐，经过测试，每分钟4000转的功率，离心1个小时，效果最好。然后倒出上面的清澈液体，此时果渣已经沉底了。为了严谨一些，我盖上了盖子，又放置了7天，发现依然透亮无比，而且没有分层，没有沉淀。只可惜我买的离心机太小了，1小时只能出80毫升，我总共有8升的酒，全部分离完需要大概半个月，时间还是有点长。但总的来说，用咖啡滤纸或离心的方式过滤掉细小的果渣，酒体就会透亮，而且不会氧化，不会沉淀。大家好奇这又是什么吗？其实我又买了一台果酒过滤机，工作原理类似纯净水的过滤，只是比纯净水过滤的要粗很多，否则过滤完就有可能真成纯净水了。开工，看着浑浊的酒液在5微米的 PP 棉中跳动后，再转入到0.1微米折叠棉中，就简单的2关就困住了果渣。20分钟不到的时间，酒体果然清澈，不由得想起了那句老话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。不过我这套滤芯好像废了，但看着透亮的液体，一切努力都值得。好了，我先装2瓶送检，等检测合格后再来联系大家。有粉丝说自己泡的酒没有我送给他们的好喝，其实基酒的不同，水果的产地、原材料的比例都是影响口感不同的关键，尤其是基酒的不同，最终会导致泡酒有天壤地别的差距。分析原因是基酒的滋味跟水果滋味互补得当，才会让口感更加饱满顺滑，反之滋味不合，那泡酒就是画蛇添足了。自从发现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只能不断做实验，去寻找搭配每种水果最适合的基酒。因为我实验比较多，所以我都是对比很久才找到既保证正品还便宜低价的渠道。最近发现抖音商城超值购，现在点击评论区链接或点击商城按钮进入抖音商城，找到超值购频道，买大牌酒水特别实惠，官方补贴只讲低价，假一赔十有保障。活动期间每天都能1499元抢茅台，real只要1元。我正好采购了1箱金世元，这款酒的气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淡雅，其甜绵爽静香，适合我调酒以及做泡酒实验。马上中秋了，结合上次东方之珠鸡尾酒的吊香玫瑰的经验，我试验了一下吊香桂花，调一杯中秋满月酒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制作方法。用冰块加酒，能调取桂花香气，加入柠檬汁和石榴糖浆，还有之前做过的恒温水域工艺的橙啤酒。最后 shake 一下倒出，再取一片圆形橙皮做装饰。桂花香气比玫瑰香气更好的萃取，原酒的淡雅感在花果味间若隐若现的穿插，整体非常饱满有层次。好了，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！大家有什么泡酒的问题都可以私信我，我一般都会回复的。之前邀请大家品尝过红枣朗姆泡酒，前一段时间翻看书籍的时候，发现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米酒浸泡的做法，而我用蒸馏的高度米香型纯粮酒试验了一下，发现跟朗姆酒对比，米香感在口腔回味很好，而且口感顺滑淡雅。不仅不会破坏泡菜的香气，成本更是不到朗姆酒的1半，怪不得它的口碑在全网还不错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制作点。红枣去核后蒸一下，这样红枣的滋味更加醇厚干净。红枣含糖量比较高，所以不用加糖。冬天马上到了，大家可以放入点枸杞或人参，这2种材料比较应季。红枣泡酒之后，红枣会飘上来，这样浸泡效果会弱一点，所以我一般加入一个玻璃盖子。试验用的是大桶的酒浆双蒸纯粮酒，53度能更好的激发出泡菜的内含物质，保存的也更久。最后倒入酒密封就行，大约1周以后就可以喝了。其实红枣浸泡1次后，还有很多滋味留在枣里，我们可以按照老一辈勤俭节约的泡酒方式，在酒大概喝到1/3到1半的时候，再续上同样的酒。泡好的酒大概40度左右，每天喝1两，基本上150块的酒，30块钱的枣，5块钱的枸杞，够喝1个冬天了。大家学会了吧？众所周知，天青色在中国有着上千年的浪漫历史。今天分享给大家一款国潮风的天青色鸡尾酒，加冰可以让香气更加清新通透。颜色是用蓝橙和绿薄荷糖浆按照5:1的比例调制。
柠檬汁增加了自然的气息，气泡水增加了入口的刺痛感。最后就是酒了。作为中国乡情的代表，必然要放酱香酒。这次选用这款贵州南酱酒，其一是因为这款酒很独特，名字也很有特点；其二是因为酒瓶渐变的时尚风；其三是因为南酱酒的酱香更加明显，其后口有一丝舒适的清甜感，很适合饮用。倒入30毫升左右，搅拌均匀。最后挤出点柠檬皮汁，增加层次。这款中国风的天青酱雨就调好了，酱香悠悠淡雅，柠檬和薄荷清甜爽口。有人说中国白酒不适合做调酒，我想说您可以用好酒试试，绝对好喝。计划邀请大家品尝的胭脂梅泡酒，兑水后总算就符合国标了。本来想兑水稀释后再邮寄给大家的，但前期咨询的几个粉丝都表示谁家还没水呀，自己兑就行了呗。我想想也有道理，最终100位选中的朋友只有6位要兑水的。后来我又跟这6位沟通了一下，最终都要不兑水的，我也分装打包好了，预计3月1日发出。100位朋友等着接酒吧。大家知道酱香酒为什么贵吗？最近发现中国白酒在酿造上是最难的。白酒原料主要就是高粱，通过不同的酒曲和发酵环境，就能酿造出千变万化的口感。单凭这一点，想想都觉得非常厉害。那为何酱香酒最贵呢？一个最底层的原因是发酵时间长，清香酒一般1个月，浓香酒一般2个月，酱香酒则需要1年，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12987工艺。1年制作2次投料，9次蒸煮，8次发酵，7次取酒。7次取的酒，每次的风格不同，就像人生的7个阶段，而最终汇聚到一起，也就造就了酱香口感的层次丰富。这自然为它可以卖得贵又增加了原因。前几天看到一款包装风格特殊的酒，像一本书，简洁规整的设计给我一种透露着文化自信的感觉，不自觉想起书一卷酒一壶的洒脱，颇有风雅高古之士的风范。颜色微黄透亮，品尝一下口感。入口是满满的经典酱香感，产自有美酒和美誉的赤水河上游，所以更加纯柔宜人。后口还有一丝对年轻人非常友好的清甜感，传说中空杯留香，也就是纯柔酱香的典型风格特征。这瓶摘要酒的设计是一大亮点，酒桌上绝对惊艳，价格也合理。想品尝典型酱酒风格的朋友，可以试试这款摘要酒。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酒在外国人眼里多牛吗？马可波罗横跨欧亚，历经20余年，自然也饮酒无数，唯独对我们当时用各种香料和药材配制的草本酒赞不绝口。还有一个法国传教士鲁布卢奇，也是直接用我们的酒跟法国最好的葡萄酒对等评测。而我们古代的酒很多都会融入草本植物，最出名的是华佗创制的屠苏酒，还成为了家家户户大年初1饮用的习俗，既有滋补又有传说中辟邪的功效。草本入酒，在将草本自身味道融入到酒中的同时，还为酒赋予了养生的效果。在古代，除了屠苏酒这样的草本酒，还有很多种类的养生酒，一般为王公贵族饮用。而清朝烈酒逐渐流行以后，传统的养生酒就越来越少了。而到如今，依然有那么一款酒，在传承养生智慧的基础上，利用创新草本科技，打造高品质的保健酒，就是我手上的这瓶劲酒。具体怎么养生，咱们喝完再说。酒体是澄澈的琥珀色，非常漂亮。入口是草本的清爽，回味有些醇和清甜，整体口感饱满顺滑。现在正值冬季，万物必藏，是饮用养生酒的最好时机，尤其是搭配牛羊肉或涮火锅的时候，既好喝又解油腻，一举两得。这瓶劲酒将多种草本精华融入到酒中，像枸杞、淮山药等，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优质草本。喝下去可以感受到草本精华让身体均匀的微微发热，特别舒服。平时适量饮用，可以在微醺中温和的养生。我想马可波罗和鲁布卢奇如果能穿越到现在，依然会赞不绝口。最近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很火，我们都知道喝威士忌的时候加冰是为了充分享受它的香气和味道，那喝劲酒的时候加冰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如果是小瓶直接咂，喝起来草木香气浓郁，主要集中在中口。现在记住这个味道，以方便对比。接下来加入一块圆冰，再倒入一些劲酒，放置1分钟后，酒体温度降低到6度左右。喝起来原料里的草木香气转移到了中口和回味上，口感更加清爽顺滑，酒的刺激感也没有了，综合感觉的确好入口了。功劳主要来自于冰块的降度。
所以很多调酒组合都是在预设有冰块溶水的情况下设计的。说到这里，曾经我也好奇过冰饮白酒会是什么体验。试过的人都知道，白酒加冰后会让酒体失衡，高级脂肪酸酯被析出，产生白色絮状物。而禁酒酒体本身的光泽并不会因为加冰而发生变化，风味和观感皆为佳品。而且加冰后，禁酒酒体温度和分子能量的降低，还能降低酒中药材带来的燥热，让成分被身体更好的吸收。这也符合以清驱燥的养生原则。看着这颜色和感觉，真应了那句“禁酒是中国人自己的威士忌”说。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。不过无论什么饮用方式都得适量，切记禁酒虽好，不要贪杯。胭脂梅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先说坏消息吧，总酸和总脂两项指标不合格。不过好消息是，解决方法很简单。先说总脂，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0.18， 国标规定是大于等于 0.35， 造成低于国标最大的可能是基酒的总脂含量低。这个简单，我装100毫升原酒去检测一下就清楚了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有，兑水。因为稀释之后酒精度就会降低，露酒里的总脂限于以蒸馏酒为基酒，且酒精度大于25度时才需要检测。这次的酒精度是 25.2， 降度之后就避开了这个问题，而且总脂对口感的影响不大。再说第二个问题，总酸。我们的检测结果是 18.1， 国标规定是小于等于6。我们都知道梅子是特别酸的，如果梅子的总酸过高，那有可能就是导致总酸超标的原因了。这个也简单，检测梅子的总酸即可。我找到之前冷冻留样的梅子，打包100克一起送去检测。那怎么弥补呢？还是兑水，用1分的酒加2分的水，理论上总酸会从18降低到6左右。先品尝一下。梅子的酸爽感降低了很多，个人认为梅子酒最有意思的那股酸爽的穿透力没有了，喝起来变得很平庸。再对比一下，感觉稀释后的梅子酒像丢掉灵魂一样，这个对口感的影响就非常大了。我经常会买各种酒来借鉴学习，于是选一瓶口感酸度最大的梅子酒，也检测一下它的总酸含量，以作参考。好了，一共4份需要检测的产品，结果出来后我们再做分析。检测需要大概10来天，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，也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想品尝稀释过的梅子酒呢，还是原来酸度较高的梅子酒呢？